朋友们，今天咱们来聊个特别魔幻的事儿。一个国家开放了30年，结果不但没吸引来外资，自己的钱反而拼命往外跑。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而这个魔幻现象的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为什么普京非要打乌克兰呢？很多人会说，这不就是北约东扩吗？大国博弈吗？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解释其实都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几乎从来不会被拿到台面上公开讨论，那就是经济。没错，就是经济。先给大家讲个特别魔幻的现象。1990年代，苏联刚解体那会儿，俄罗斯敞开国门，按照西方专家的指导搞市场经济改革，满心期待着外国资本蜂拥而入。结果呢，不但外国资本没怎么进来，俄罗斯自己的资本反而拼命往外跑。当时俄罗斯国内有本畅销书叫《为什么俄罗斯不是美国》，作者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为啥我们都开放了，都改革了，钱不但不流进来，反而流出去了？这不科学啊！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外资蜂拥而至，建厂房、搞生产，带动了整个经济腾飞。可俄罗斯呢？外国资本来了，赚到钱就立马走，压根儿不扩大生产。这就好比你开了家饭馆，客人吃完饭拍拍屁股就走了，压根儿不打算再来第二次。为什么会这样？咱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问题，地理位置太糟糕。莫斯科是俄罗斯最大的城市，占了全国 GDP 超过 20%， 结果你猜它距离最近的海岸线有多远呢？1200公里。从莫斯科到波罗的海1200公里，到黑海1500公里。对比一下，伦敦到海边只有60公里，巴黎130公里，北京到渤海260公里，东京、纽约、上海、香港、新加坡这些全球大都市压根儿就是临海的。为什么临海这么重要呢？因为全球贸易主要靠海运啊，你建个工厂，原材料进口、产品出口都要走港口，离港口越远，成本越高。中国制造业集中在哪？长三角、珠三角全都是沿海。第二个问题，气候太恶劣，在珠三角建厂搭个铁皮屋就能当厂房，但在俄罗斯呢，你要建后墙、装供暖，所有设备都要是高耐寒指标的，光这些附加成本就够呛。而且因为冬天太长，农忙期太短，俄罗斯人养成了一种习惯，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高强度劳动，然后在漫长的冬季里无所事事。这种习惯延续到现代，就变成了生产效率问题。第三个问题，人口密度太低。一座城市运行是有成本的，人口越多，成本分摊的越开。一座1000万人口的城市 GDP 和效率肯定远超10座100万人口的城市加起来。俄罗斯地方太大，人口太分散，很难发展出高水平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第四个问题，官僚体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搞了个休克疗法，结果经济直接崩了，这让俄罗斯人对市场经济特别不信任，更依赖政府主导的模式。到了2019年，俄罗斯国有经济占比超过 5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更是高达 70%。 相比之下，中国民营经济占比超过 60%。 你能说出一个知名的俄罗斯民企吗？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一个结果，在全球自由贸易的大环境下，俄罗斯企业几乎没有竞争力，只能靠卖石油、卖天然气、卖资源过日子。用资源换美元的模式根本撑不起一个大国的复兴梦。普京当然看到了这些问题。2000年普京刚上台的时候，其实是被认为亲西方的。为了重振俄罗斯经济，普京设想了一个宏大的计划，构建3个相互作用的经济圈。第一个是后苏联空间，也就是欧亚经济联盟，而这个计划里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拉乌克兰入伙。第二个是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第三个是苏联解体前能施加影响的地区。想法很美好，但现实很骨感，就连第一个经济圈都搞不定。2004年，乌克兰爆发了橙色革命，亲西方势力上台。2008年，乌克兰甚至提出要加入北约。好不容易熬到2010年，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上台了，普京松了口气。俄乌还签了个协议，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的驻地延期25年，作为交换，乌克兰买天然气可以便宜30%。
看起来关系缓和了，对吧？结果2011年媒体曝光了一份文件，显示乌克兰跟北约还在秘密谈判，讨论的都是敏感问题，黑海安全、俄罗斯黑海舰队未来地位、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这些谈判完全把莫斯科排除在外。普京这才明白过来，就算是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也不会100%依赖俄罗斯，而是想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搞平衡。于是普京加紧推行独联体一体化，跟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亚努科维奇的策略失败了，压力之下不得不疏远欧盟。这一疏远，基辅的民众不干了，大规模抗议爆发。在西方国家的干预下，2014年2月，亚努科维奇被赶下台。普京这时候确信了，新政权一旦稳固，克里米亚必将被北约全面渗透，黑海控制权也会易手，俄罗斯重构经济版图的希望将彻底破灭。于是在2014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掀桌子了。这次掀桌子是俄罗斯与西方竞争乌克兰失败的结果，也标志着普京重振俄罗斯经济计划的破产。从此，俄罗斯回归了传统的俄式思维，用非常规手段来破局。有个德国经济学家叫李斯特，被称为地缘经济学之父。他说过，一个国家经济想要成功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地理条件。如果领土存在缺陷怎么办？历史上有几种办法，要么老爹传给你，要么花钱买，要么干脆抢，或者跟别人签条约建联盟。普京一开始选的是最后一种，建立欧亚经济联盟。但西方国家通过颜色革命、北约东扩，不断拆解俄罗斯的努力，目标就是把俄罗斯永远锁死在世界经济的外围位置上，让它只能当一个加油站。亚努科维奇倒台让普京意识到，自己在游戏规则范围内跟西方竞争永远处于劣势。而自视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显然不甘心未来只能处于边缘化的经济地位。既然继承不行，购买不行，签条约也不行，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了，抢。其实通过战争冲破束缚来实现经济发展，本来就是俄罗斯的传统思维。彼得一世时期，俄国通过战争获得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圣彼得堡，从此深刻改变了俄罗斯在欧洲的地位。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在黑海地区获得巨大成功，他亲自选址建造了敖德萨，把它视作通往黑海的窗口。19世纪末，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敖德萨成为仅次于圣彼得堡的全俄第2大港口。二战期间，斯大林更狠，直接把整个东欧收入麾下，赚得盆满钵满。你看，每次成功的军事进取都能让俄国的环境发生改善，在一段时间内克服自然条件的劣势，国力和经济得到提升。俄罗斯的专家就说过，为了从世界体系外围突破到体系中心，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把那些已经在那个位置的国家排挤出去。简单来说就是，你不让我进来，那我就把你挤出去。但这种做法带来了2个严重后果。第一是恶劣的周边安全环境，你老是靠打仗抢地盘，邻居能不恨你吗？第二是国民经济高度偏向国防。俄罗斯帝国的经济架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赢得战争而建设的，国家主导和偏重国防的特征非常容易偏离经济规律，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诉求。苏联留给俄罗斯最重要的遗产，恰恰就是适宜战争的国家机器和偏重国防的经济体系。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经济不行，靠战争破局；靠战争破局，经济更偏向国防；经济更偏向国防，周边环境更恶劣；周边环境更恶劣，经济更不行。君以此幸，必以此亡。现在咱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普京为什么一定要打乌克兰呢？俄乌冲突本质上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发生的意图改变欧洲政治经济格局的斗争。最初诱发对抗的因素是抢夺经济空间。俄罗斯试图重构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弥补先天劣势，但西方寸步不让。战争爆发则是俄罗斯试图以非常规手段破局的激烈反应，而乌克兰很不幸地沦为双方的角力场。简单做个总结，正常的国家发展路径是经济实力增长在先，科技、军事跟进。
用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去推动有利的政治格局。反之，如果一个国家选择用政治手段去为经济发展破局，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早已胜券在握，另一种是对未来极度悲观，或者已经被逼到绝路。后一种情况下，被迫升级的一方通常是弱势和不自信的，寄希望于用军事冒险换取发展空间，比如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比如俄乌战争前的俄罗斯。而强势的一方往往会通过规则内的施压，逼迫对方掀桌子，从而占据道义优势，比如美国。对于俄罗斯来说，在2014年和2022年的选择节点上，普京应该是算过总账的。我们可以推测出两点：第一，普京对俄罗斯经济的长期前景非常悲观，他已经不相信俄国企业能在全球化竞争中获胜，与其慢性死亡，不如鱼死网破。第二，地缘政治斗争比地缘经济竞争更具不确定性。假设战前将军们向普京表示有70%的概率速战速决，但最终没有实现，我们很难说是判断失误还是仅仅运气不好。战争是一种本能的求生反应，任何一个拥有区域内军事优势的国家都有可能在特殊时期诉诸武力。以美国为例，倘若他在中美经济科技竞赛中落败，也有可能将武力统一北美作为备选方案，做一个亚欧大陆之外的逍遥霸权，固守两洋，等待下一次天下大乱。这就是大国博弈的残酷现实。看到这的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收获，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